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牧师的苦难。曾经有一个弟兄分享，说自己在初信主的时候很羡慕做牧师的，因为他觉得牧师只有周日上午做工半天，然后整个一周的时间就可以到处走走，哪里逛逛，而且呢，走到哪里都是好吃好喝的招待，每年还有几次外出旅游，遇到经济不好的时候，各行各业都活得非常艰难，只有教会的牧师是旱涝保收的。这个世界还有比这更好的职业吗？这位弟兄的分享引起大家哄堂大笑，不过细细的品味一下，似乎说的也不无道理。好像很多教会的牧师给人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印象，可是大家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些神的仆人好像过得没有这么轻松。难道是这个时代不同了，今天神的仆人有什么特别的优待吗？他们在领受神大大恩典的同时，还有属世丰盛的生命吗？其实在我看来，对于一些牧师来说，从他们做牧师的第一天起，并不是他们新生命的诞生，而是他们苦难的开始。也许今天的分享和你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但如果能够给你一点反思，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益的。区别于西人教会，华人教会似乎走的是一条与西人教会截然不同的路，因为华人中并没有那么深厚的基督文化根基，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著名的华人教会，仅仅是第一代，最多是第二代教会。似乎华人教会的复兴只是出现在最近几十年的事情。随着华人教会不断的发展，很多脚步都是踩着西人教会的脚印，即便很多的教会完全不承认这一点，所以教会中出现了本土派和西洋派。然而不管怎么说，现实是摆在那里的。所谓本土派其实也是西洋派的一个演变，只不过这个演变过程有的变得还勉强可以，有的实在是变得面目全非。而西洋派似乎好像也不那么乐观。总之，这真的是很需要神的怜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终于迎来了难得的一段和平年代。虽然之后的几十年里仍然是物资匮乏的那个时代，不过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好像也没有那么大。教会的迅速增长导致传道人一度紧缺，所以这个时候涌现出一大批有知识有才能的传道人，而这一代传道人至今仍然是撑起华人教会的中流砥柱。他们中有一些人已经睡了，但仍然有一些至今还在我们中间。虽然他们牧会之初条件真的是很辛苦，但那个时候大部分人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就算苦，我也觉得那不算是真正的苦。然而就经济发展来说，华人世界其实是落后西方世界的。当华人世界的物质生活也开始逐渐改善以后，心却逐渐的远离神，这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做传道人已经不是一个理想的选项了。金融、医疗、IT、律师，这是人们更向往的职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去到神学院读书并不是人群中的佼佼者，而是那些考不上大学、不会读书的次等生。甚至神学院
很难招收到来自于城市的生源，更多的都是来自于乡村的学生。抱歉，这里并不是对乡下人有什么歧视，我们只是说客观的现实。随着神学院的教学质量越来越差，其实所谓的神学院其中一部分只能算作培训班而已。当然，一方面是师资的水平也在逐年下降，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学院的能力越来越低。大家发现那些来自于乡村的神学生毕业后也只能回到乡村去牧会，他们没有办法在城市中牧养教会，因为不管是从经历、学历等等各个方面，城市教会相比来说对牧者的要求要更高一些。其实道理很简单，大学生可以给小学生上课，小学生是没有办法给大学生上课的。我们说牧师讲道并不只是给大家读一读圣经，圣经中所涵盖的知识面是相当广泛的。如果你想要很好的讲解圣经，除了神学知识的培训以外，起码对于历史、地理、人文、人际关系、公共礼仪等等方面都要有所了解。说到这里，您可能说好像不对呀。使徒行传4章13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你看，彼得、约翰就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后来不也是做伟大的使徒吗？这段经文所说的没有学问的小民，说的是当时在场的大祭司等一干人等，他们本知道彼得和约翰本是渔民，并没有在当时的拉比学校学习过。按照犹太人的习俗，犹太人大约在6岁左右会接受圣经的教育，一般过了12岁就可以作为学徒开始工作了。而一些人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去专门的拉比学校继续深造，直到30岁就有机会做圣经的教导，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法利赛人。很显然，约翰和彼得12岁之后就开始学习打鱼了，并没有选择进入专门的拉比学校。当彼得在众人面前讲道的时候，大祭司发现这个人的确蛮厉害，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因为怎么会有人没有上过我们的拉比学校也能讲出这么属灵的话呢？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一个基督教宗派的领袖看到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讲道，惊讶这个人没有上过本宗派的神学院呢，怎么能讲出这么好的一篇道呢？大致就是这个意思。而大祭司也是聪明人，马上就知道这些人应该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说，没有学问的小民，并不是说彼得、约翰是那种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文盲，而是说以他们的认知来说，犹太人只有经过他们的拉比学校培训之后，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曾经就有传道人引用这段经文，说彼得的文化程度不高，对于希腊文来说，说可以，可能认字不多。可是他们忘记了，彼得前书后书就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做牧者读过什么样的神学院不重要，有没有学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而今天的教会里，应该说真正渴慕的信徒并不多。也许是这个时代越来越败坏，也许糟糕的世界局势让每个人都疲于奔命，所以对于很多牧者来说，他们觉得
能够 hold 得住会众就可以了。或者说即便会众对他的水平不太买账，他不做牧师，教会还真找不出另一个能做牧师的。在很多的小城市或者乡村都有这样的情况，明明教会中的牧师水平令人堪忧，但是如果这个人不做了，还真的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份工作。所以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也对上帝的大能有所疑问。全知全能的神呐，为什么就不能兴起一个大有恩高的牧者呢？为什么在教会里总是讲这些枯干无味的讲道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教会中感受不到神的荣耀和同在呢？其实这样的教会会众是苦难的，而牧者则是陷入更深的苦难之中。牧师真的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的。今天很多的教派里，安立一个牧师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教会的增长，至于牧者有没有能力带领，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这些被教会文化所安立的牧师，他们本身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却被簇拥着台上的讲道台。可是他们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上台讲不出东西来，讲道没有亮光，尴尬的是会众吗？尴尬的难道不是他们自己吗？我勉强还算是一个比较喜欢研究圣经的人，我是多么希望每天都能够听到大有恩高的牧者一章一节地给我讲解圣经啊！可是今天的华人教会里，有这个能力的，要么我联系不上，能联系上的，人家又太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自己研究呢，太多的问题真的是搞不明白。寻遍了网络，能够听的节目少之又少。我不能说这个时代的牧者都不努力，努力做工的人其实蛮多的，只不过看到的更多的是牧者们是靠着自己在努力，在教会界摸爬滚打，心力憔悴，伤痕累累。很多传道人在被按立成为传道人的那一天起，其实就是他们苦难的开始。牧师的苦难最终会变成会众的苦难。牧者都讲不清楚圣经，会众又去哪里学习圣经呢？网络上看到一些名牧的节目，说自己不适合牧养教会，因为他的讲道得罪人，有他在的教会人只会越来越少，最后关门大吉。我在想，神的话真的就那么的不招人待见吗？不招人待见就是不被喜欢，不受欢迎的意思。考虑到一些朋友的中文程度差异很大，有些用语还是要解释一下。约翰福音第1章第5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如果真的讲神的话，人就会抵挡，那么你是不是更应该说呀？你更应该坚持到底呢？哪怕只有一个人认真的听你讲道，你也应该坚持下去呢。今天网络中其实有很多大有恩高的牧师，只是可能他们水平真的是太高了，说话喜欢高来高去，以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会众真的听不懂。其实我在想，您水平再高，有耶稣基督高吗？耶稣都能俯下身来和我们这些劳苦大众对话，您就不能用我们能听得懂的语言说话吗？我觉得那些牧师其实也是蛮辛苦的，苦口婆心地说那么多，一套课程下来几十集，观看量却少得可怜。
这里倒不是说观看量低的就一定不是好节目，我的频道流量也不高，但是我知道至少在最近的半年时间里，平台一直在对我的节目进行限流，而我所说的那些节目实在连我看了也想睡觉，求主怜悯吧。这个时代的百姓不敬钱，这个时代的牧者就需要更加努力。求主兴起更多优秀的牧者，让他们学会依靠你的大能，而不是只靠自己的一腔热血。因为那样侍奉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祝福，而是无尽的苦难。原来如此，我们下一期见。